念动力没到 LV1，3次激发实验无果，再是偷工带款。高考剩10几天，考不上3大学府，具体会把你送进实验室切片。我给你争取了诺亚医药专科名额，1周上岗。我叫罗恩，18年前穿越到超能力者与巨奇掌控的未来世界。这哪是理想城，根本是钢铁外壳的活地狱。我从外城拼命挤到理想城，到头来要么被切片，要么去做活不过30岁的底层。这狗屁世界！次元更新手册加载完成。18年了，这破手册终于有反应了。这本手册我穿越时就带在身上，此前一直毫无动静，直到上次我不小心碰到一本占卜书，检测到锚定物，生成神秘魔药设定，可创建新世界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手册能够依靠现有的世界设定作为填充，创建一个新世界。没想到他竟直接篡改了这个世界的历史，历史书上多了关于上一纪元序列魔药的记载，那本占卜书也变成了一本打不开的魔法书。老师，我能调试上一纪元的序列魔药，成为超能力者。你别做梦了，上一纪元距今万年，魔药和现在的超能力没关系。第一位超能力者是摩恩商业的 L 粉，你得现实点。您知道魔药时代的事对吗？教科书上写着呢。在我修改世界设定之前，魔药时代这段历史压根不存在。我会证明给您看。平日这小巷吵得像菜市场，今天怎么这么静？把近点起始值要交出来，否则死。什么近点？还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？Motivocatium meum audient。这腐蚀口吐的死亡尖笑能将我变成一具尸体，但如果能给魔法书充能的话，哼，想要就自己来拿。不知所谓。充能进度加 99.97%， 限100%。神秘学入门。充能完毕，解锁魔药时代门扉。魔药时代牢房内，这是300-400年前维多利亚时期的牢房。检测到已进入 3.0 大版本，摘出设定神代余烬，承载神秘的余烬，加载后开启魔力世界，获得神秘亲和度。这牢房是肢体囚笼，卸载神代余烬，加载幻想消解。幻想消解特性受损度 29%， 击败初级超凡生物失和，摘出设定无知仆从，可控制无智慧低级失和。这腐蚀的指骨正好是魔药材料，还差祝圣物品。幻想消解特性受损度 97%。您是天使，能轻易撕碎之骸求愈的天使。起来，你是？我是真理学会信使科特，要把信交给被软禁的碗中圣女，却被抓进这里，求您帮我，我愿付出一切。原来火漆就是祝圣物品，之前从腐蚀那拿到的晕死者指骨，加上这个制作守墓人魔药的关键材料就齐了，回理想城就能成为序列9超凡者。我找到碗中圣女踪迹时，被塔顶的战争傀儡重伤，那傀儡堪比序列8超凡者，最后还被烛火骑士抓进牢里。求您把信交给他，告诉他真理学会才是能接纳他的地方。序列8的超凡生物，首次击败失和，点亮新记载，摘出设定无知仆从，可勾动死亡魔力，控制无智慧低级失和。原来击败这些怪物能摘出新设定，有了这设定，再也不怕那魔术师的腐蚀了。那要是杀了序列8的超凡生物，又能摘出什么设定呢？幻想消解受损度已达 99%。本想套监狱信息，没想到还接了个支线任务，可惜幻想消解快撑不住，只能先回去了。信我会送到的。已选择超能时代，加入世界中。你还活着？好久不见，魔术师先生，你的宠物现在听我的了。你不可能是无能力者，也不是超能力者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个路过的普通高中生，谁知道啊？不是魔法物品。已检测到死灵魔力，欢迎您，卡伦大师。根本不是魔术，是靠现实增幅器驱动的超能力。请13天后正午前往诺亚医药 Omega 8631实验室，解决超凡暴动。魔术师背后竟然有组织，连诺亚医药都和他们牵扯在一起。今晚就凑齐剩下的辅料，成为序列9超凡者。
队长，信号屏蔽区就是这里。腐臭味从破口来，有东西爬出来过，能影响我的个人现实。这白灰是骨灰，有人死在这了。C112小队 C01报告，B 级超能恶性事件，1人死亡，嫌疑人逃入 B 区天厅271号街区，能力不明但可影响个人现实，需阿尔特弥斯协助调查。这里是巡查局，根据武装升级原则，已为你们解锁阿尔特弥斯部分权限。根据该街区的观测数据，已为您推算出监控信号丢失时段内所有可能的目击证人。老魔术师，魔药时代的怪物，差点死了2次，还是成为超凡者才安心。伊德利拉，错误的信仰不能带你寻到正路。苏尔神父犯下无边罪行，10数名超凡者被判死刑，只因要做烛火疑点的祭品，你也是名单上的祭品。抛去战争，拥抱真理，学会是你坚实的后盾。原来圣女不是真理学会的人，这是想挖别家墙角。不过苏尔神父更离谱，连自家圣女都当祭品。我也是监牢祭品，想越狱肯定要和苏尔神父对上，光靠伪装科特那套可不够。真理学会和圣女倒是能当助力，但没解决序列8的战争傀儡前，绝不能再去魔药时代。100毫升纯水，13克藻类，20克禽类血结块，这是我成为超凡的唯一机会，半点错都不能出。成为序列9守墓人，职业魔药序列死亡，等级 LV0LV1，解锁设定个人现实 LV1，能力模型念动力。终于成超能力者了。咚咚咚，我是风纪巡查执行专员401，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根据阿尔特弥斯的监测数据，你今天下午6点13分路过天厅271号街区，那里刚发生一起 B 级超能恶性事件，凶手用未知能力将受害者挫骨扬灰，目前推测仍藏在该街区范围内。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。回家路上有没有看到可疑人物，或者有没有察觉到异常的能量波动、奇怪的符号之类的能力痕迹？老魔术师的死被定性为超能力杀人案，我虽没被直接列为嫌疑人，却因路过被纳入观察范围，不能让他们发现魔法书。杀人案还在我们住的这片儿，我完全没听说啊！我骑小电驴放学回来，巷子特别近，平时满是摆摊聊天的，今天连路灯都暗，我没敢多带，买了点吃的就赶紧回了，没见任何人，也没察觉异常。完了，高考就剩10几天了，要是凶手没被抓到，考试那天遇到怎么办？我家就这一间房，根本没钱换地方住。无能力者在超凡事件面前本就脆弱，这种恐惧感很真实。这个房间里有东西在干扰我的能力，你在煮东西啊？刚买了点食材，想煮点夜宵。我需要进去看看，不是怀疑你，只是确认现场没有残留的异常能量，也是为了你的安全。这看来是我多心了，房间里没有异常能量残留，虽然没能提供线索，但对你来说或许是好事。那种穷凶极恶的罪犯不会放过可能看到他的路人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之后发现任何线索或者感觉有危险，直接给我发消息或打电话，我24小时在线。谢谢专员，我一定注意。滴滴滴，巡查局要开案情分析会，我得先走了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，不会影响你高考。空间系能力之前还觉得风纪巡查只是学生，原来这么强。要是 C01 刚才多留1秒，发现藏在柜子里的魔法书和染血密信，现在我恐怕已经被拖去巡查局审讯了。念动力虽让我成了 LV.1超能力者，但模型太普通，高考能力检测最多评 C 级，肯定考不上3大学府，还是无法改变命运。检测到魔药序列死亡与 4.0 大版本冲突，将受反神秘方程式消磨，是否确认加载？已加载职业魔药序列死亡，摘除绑定设定死亡之恩泽 LV1， 行过死荫之地，潜游王者之海，或王者亲和，掌握守墓人全部超凡能力，比老魔术师的阉割版强太多了，这才是真的超凡。这是死亡途径的污染。科特说过他受真理途径污染，难道我也要变成疯子？设定超凡失控，血液中的超凡之力渴望挣脱掌控，使用能力时可能触发失控状态，
使能力扭曲为更强但难操控的形态。卸载，立刻卸载。设定超凡失控已卸载。卸了失控设定，魔力也弱了。魔药序列在这个时代果然处处受限，可念动力又没前途，难道真没别的办法？等等，可以把超凡失控加载到超能力者职业上，用魔药时代的失控扭曲这个时代的能力模型。已加载设定超凡失控，检测到与超能力者职业适配，开始扭曲能力模型。能力模型念动力已扭曲为临时设定能力模型，矢量操控，可操控空间内所有物体的立场方向，当前影响范围罗恩公路。原来只能移10公斤的念动力，居然变成了操控立场的矢量能力。虽然失控范围有限，但这是质的飞跃，用旧时代的设定改造成这个时代的强力能力。高考聚起魔术师协会，这次我或许能走得更远。撑不住了，算力过载 RV.2 的算力居然撑不起这个模型。警告，个人现实无力承载，设定将在限定时间内崩坏，算力不足，矢量操控处于失控状态，仅能勉强控制。本设定可通过再次失控能力模型激活，若个人现实足够强大，可延长崩坏时间直至完全掌控。看来只有提升个人现实念动力才能蜕变成矢量操控，这能力可比原石还稀有。有了矢量操控，能力检测至少平 A。 3大学府的门，这次我能推开了。摩恩银行到账1万信用点，款项用途助学贷款。最后的1万块啊，要是考不上3大学府，这贷款额度全用完，具体该怎么安排我？切片研究、人体实验，还是发配到北极外城挖土豆？支付成功。1万信用点够在训练馆苦修半个月，刚好赶上高考。半个月够了，苦一苦现在，拼一拼未来。理想城的规矩从来没变过，有钱人砸钱去聚起实验室用超能力提等级，穷鬼就只能去虚拟训练馆拼命，练到脑袋疼也就能提1级。有钱靠科技，没钱靠拼命。收下吧补习班，这可是我最后的贷款额度了。矢量操控已经补了我的短板，我差的从来不是算力。Live2 的算力，只要把个人现实也提到 LV.2， 到时候就不是我想不想上3大学府，而是3大学府的招生办会把我这公寓的门槛挤破。安慧，老陶给的保送协议书签了，你要是去大专当螺丝钉，过几年我得去火葬场找你。我还想多活2年，怎么可能签？没签就对了，明天晚上8点出来吃饭，我帮你想办法，既能上学又能还贷款，地址我 later 发你。行，但我没钱，你请客。早知道你是穷鬼。对了，有个事儿必须提醒你，你们街区出了通缉犯，新闻说他用超能力杀了拾荒老人，还挫骨扬灰。你明天别走小巷，多走大路。拾荒老人挫骨扬灰，说的不是老魔术师吗？知道了，我会小心。那就好，明天见。巡查局居然把老魔术师的死栽到拾荒老人身上，这通缉令是冲我来的。街区通缉令的消息还出来，安慧说通缉令贴满了学校，巡查局动作这么快，他们在意的恐怕不是命案，是老魔术师那不明超能力。连 C01 都以为是超能力，魔术师协会藏得真深。想这些也没用，先提升能力要紧。等我个人现实够强，就算被抓，凭价值也能活下来。水球凭水，谢了兄弟，我是这儿的管理员凯文，嘿嘿，睡过了头，刚赶过来。我预约了今天的训练，还以为没开门。你是昨天下单的学员吧？本来得等晚上兼职教练，不过我带你练，不用补差价。这么大的训练馆，教练居然是这副模样，连觉都睡过头，还能懂超能力，还带我练，我看我还是换一家吧。重新介绍下，我叫凯文，摩恩大学物理系大2学生。3大学府之一的摩恩大学，还是市政府全资建的，录取要求最高的那所。C 区的补习班果然不一样，连现役大学生都能请来当教练，比地区那些半吊子强太多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？我想尽快锻炼个人现实，试试掌控我的能力。随时都行，里面设备齐全，现在馆里没人，刚好给你开小灶。这是天听集团的模拟设备，能练能力还不受伤。你觉醒的什么能力？我找同类型数据。算变种念动力。念动力好办，这里有 LV.3 的模型数据，随便优化，试试用念动力影响它，
LV.1撼动不了也没事，记录数据就行。临时设定矢量操控失控已激活。该死，没控制住能力。兄弟，你管这叫念动力？让你看店就把训练馆搞成这样，LV他就只是个 LV.1的念动力者，又不是没断奶的原石，你连这点能力模型都优化不明白，还好意思说你是我邓音的学生？别打了，老师，这回真不怪我，他的能力太离谱了，我根本搞不懂。您自己看就知道了，他那哪是念动力啊？你还好意思让我看？教你的东西全吃到狗肚子里了，滚一边去！孩子，你别见怪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让这废物浪费你时间了。我也是念动力能力者，在这方面刚好有点研究。你想提升个人现实是吧？直接用一次能力让我看看，我帮你解构优化模型。我倒是想试，但我只有 LV.2的算力，撑不住能力模型运算，就算在模拟里用也会头痛。这小子看样子也不像胡说八道，可 LV.1能力者有 LV.2算力，还撑不住能力模型。没事，用数据模型就行。我们都是念动力者，我能试着运转你的模型，找优化方向。这么优美的能力模型，它怎么会只是个 LV.1？ 你为什么觉得这是念动力？我以前个人现实没到 LV.1， 能力没彻底觉醒的时候，所有检测都说是念动力。那时候我这念动力连根勺子都掰不弯，弱得可怜。你的能力非但不弱，反而强得离谱。你是能力模型复杂的原石，只是婴儿时没法理解模型，能力没觉醒，连个人现实都停滞了。正常原石觉醒后能快速成长，你却像没破壳的幼苗，现在才探出头，早就发育不良了。你的个人现实迟早会撑不住这个能力模型，到时候算力过载，你很可能会死。他说的没错，如果矢量操控不是会崩坏的临时设定，我早晚会被这能力拖垮。不过我有办法帮你。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开始练吗？这部分教学是另外的价钱。优化矢量操控这种级别的能力，1万信用点确实不够。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想办法凑。信用点衡量不了这教程的价值。我猜你是为了高考才来突击训练的吧？我可以教你控制能力，增强个人现实，甚至教你怎么升 LV5， 拿普罗米修斯权限，建自己的实验室。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去考摩恩大学物理系，以我邓音学生的名义拿下系排名第1。我拿第1。兄弟，答应他，老师以前是摩恩大学物理系权威，教你稳赚。我可以考摩恩大学物理系第1，但这应该不是您的最终目标吧？您到底要我做什么？现在的你还没资格知道，等你真拿了第1，我会告诉你，那对你是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只要您能教我掌控能力，我肯定能做到。好，跟我去地下室，用更专业的设备训练。这是民用版能力限制器，以前是巡查局的球具，你的能力必须限制才能操控，不然会危及生命。我限制了你 50% 的出力，是适用能力操控面前的石头。完全潜入中不会损伤个人现实，我在调低限制。现在限制了 99% 的出力，你试试。这次能彻底掌控了。以后每天下午来，我帮你提升个人现实，高考前必须达到能稳定用能力的水平。学弟，加个好友，以后想逛摩恩大学随时找我，里面除了少数天才，大多是靠加分的关系户。我车到了，下次再聊。虽然自来熟，但有个摩恩大学的师兄好像也不错。你就是慧慧那个没觉醒能力，还欠几10万贷款的朋友。我是罗恩。慧慧怕你还不上贷款，找我帮忙。但我得提醒你，别想靠他吸血，他的奖学金只够自己学费，没闲钱帮你。学姐误会了，我没打算靠慧慧。最好是这样，等慧慧来了，我再跟你说帮你的办法。她叫安慧，跟我一样是通过外城人才培养计划来到的理想城。她的能力觉醒得早，等级已经到 LV.2 了。气氛怎么怪怪的？是不是天太热了？介绍下，这是摩恩大学物理系的林书瑶学姐。学姐，这是罗恩。学姐，万事通学长什么时候来？催过了，让我们等下。今天是鸿门宴，
找2个前辈刺杀我。用得着他们？我一拳下去，你就得求我憋死。学姐给你推荐了模型微调师的兼职，每月上万信用点，还能兼职。学姐也是贫民区杀出来的，知道贷款压力。罗恩，学姐你口中那个还不上助学贷款，所以需要找个兼职赚钱的，就是他。不然呢？那这事儿不成，他是我老师邓音的关门弟子，后显的原石，哪用得着兼职？啊，罗恩，你居然是邓音的关门弟子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现在也没我啥事儿了，学校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我以为慧慧和我以前一样被朋友缠过，错怪你了。误会而已，还得谢学姐操心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和慧慧聊。邓音老师的学生，我在摩恩大学等你。觉醒能力了不告诉我，想干什么？没来得及。还好你没事，这段日子肯定很辛苦吧？还行。入学考试我可是第一，你做好被我赢的准备了。慧慧，你才是挑战者。到家给你发消息。回去小心，地区还有通缉犯游荡，别出问题。提醒杀人犯小心自己，有点意思。诺亚医药的人，像你这样的穷鬼、无能力者，就是理想城的可燃垃圾。原来通缉令上的人是你，正好当我的替死鬼。喂，你该尊重死者，烧成骨灰交给家人更好。没想到还有加餐，你这点出力还敢装神秘？杀我，先等会儿，已找到杀人犯，快来！现在你该赎罪了。让你知道本大爷的厉害。必须天听271号那起超能力杀人案，凶手能力不明。换以前，巡查局早给我们阿尔特弥斯全县送军用装备了，可这次刚传情报，就空降一群裹黑袍的人抢全县，把我踢出调查组。那群人整天待在会议室，对着神像祈祷，连现场都不踏。我放弃聚集仕途来当巡查干员，就是想护普通人，现在却连抓凶手都要被拦着。再这样，我真要自己动手了。找到你要的杀人犯了，快来！罗恩是那个精阿尔特弥斯，标记可能是目击证人的家伙，他找到那个案子的杀人凶手了。糟了，他有危险！天听271街区坐标确立，无空间干涉。C112小队执行专员401，立刻停止违法行为。嘣！档案显示，你3天前还是阿内灵念动力无能力者，刚刚那是什么能力？阿内2的破坏力，连不少阿内3都做不到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必须知道真相。我无罪啊，警官，我这是见义勇为，自卫反击。我做完能力检测后不久，才彻底觉醒了能力。我的能力是觉醒的变异念动力，你看。我还带了能力限制器，延迟觉醒的原石，难怪。跟我回巡查局更新档案，顺便申请见义勇为奖励。尸体传去重视了，走吧，用空间传送快。巡查局的门卫是皮套人，这是狒狒警官 C112小队设计的亲民形象，社交平台都有几千粉丝了。学姐喜欢吃嫩草啊？别闹，他能力与档案不符，过来更新。确认是念动力变异，延迟觉醒的原石和流荡模型一致。你志愿是摩恩大学，考虑天听大学吗？我可以介绍我的老师给你。谢谢，我有朋友在摩恩大学等我。那我不劝了，等你考上摩恩，我送你一份大礼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先带你去见我们局长。巡查局怎么会有穿黑袍的人？这是魔术师的能力增幅器，他们是魔术师协会的人，别跟他们起冲突。那些人也是巡查局的。上头空降的专案组，一群米虫，他们抢了 C112小队的案子，却整天待在会议室祈祷，啥也不干。原来他们在封锁魔术杀人案的消息，甚至让魔术师查魔术师协会的势力太深了。又来提专案组的事，我没办法把你塞回去。案子结了，凶手被这位市民见义勇为解决了。高中生真是英雄出少年，申请见义勇为，讲按流程来就行，不用找我。他快高考了，我想帮他申请好市民奖章，用我的积分补去。走后门。行，档案发我，后勤部会处理，奖章过几天寄到你家。我得留着走校案流程，就不送你了，车费我付过了。谢谢，他身上的正义感在理想城太少见了。别担心，骨灰里检测出未知能力影响，和之前的案子一致。能影响我的空间能力，真的是同一个人？可能是凶手能力变异，巧合而已。能力变异哪有这么巧？这案子肯定还有秘密。又失败了，
你已经达到了 LV.2 的个人现实与算力，按推论掌控10%能力模型就能升 LV.2，但我只要把限制调整到10%，你的能力就会超出掌握，算力崩溃，太晚觉醒，损害了你的个人现实，暂时没办法推到 LV.2 了。不过你能力特殊， LV.1 也能打赢不少 LV.2， 够上摩恩大学的保底评级。只是保底吗？ Live2 能拿更高高考分数，免更多助学贷款，还有奖学金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算力崩溃是不是和超凡失控有关？魔药时代的超凡者专门对抗污染和失控，说不定有办法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那位圣女小姐或许能帮我缓解失控。是时候再去一次魔药时代了。守墓人的高阶的魔法制作尸扑也算是派上用场了，用这老鼠尸扑来探路足够了。已选择世界存档魔药时代，身份匹配中，匹配成功，焦土圣所求土。科特不认识我，看来进入世界存档不是纯粹穿越，而是会捏造符合时代的临时身份。上次我是焦土圣所囚徒，可狱友包括格兰的科特都没我的记忆，看来这身份是临时编的。裤兜里的2只尸扑没带过来，看来只有接触我这个人的物体才能一起穿越。身上的衣服变了，但是脑机这种一体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却又全都能带过来。走吧，带我去高塔顶楼。焦土圣所看来完全不在意这群囚犯到底能不能活着，看来这就是高塔顶楼的中心了。烛火，烛火，烛火疑点和密信里提的一样，正常人穿这么重的盔甲站岗，早该活动了，哪会僵这么久？是被人控制了，还是根本没有智慧？不管是哪种，这呆愣愣的样子，肯定分不清陷阱。还好准备了这招，可惜了2只尸扑，这应该就是圣女的房间了。但战争傀儡在哪？滴答，滴答，什么声音？这就是战争傀儡，还好让尸扑先探路，要是我刚才直接冲上来，肯定要被这怪物打个措手不及。躲得还挺隐蔽，看来刚才的零嘴儿没吃饱。魔药序列卸载，超能力者装载。序列8又怎么样？在矢量操控面前，不过是指大点的虫子。人类傲慢，食物摇。你就这点本事，想用这种把戏骗我？个人现实 43% 的受损度，还好在可接受范围，该找圣女了。已击败初级超凡生物战争傀儡，可摘出设定千人千面。千人千面能变装，正好能伪装老魔术师应付协会委托，真是雪中送炭。烛火疑点，以血肉为祭，以战争斗士为引，恳请战争主宰赐福，让我成就传承战火之人。信上说他是被蒙骗的，可真是蒙骗的，又怎会去念献祈祷词？难道和楼下的骑士一样被操控了？加在神代于禁，只能用幻想消解了。设定幻想消解受损度已至100%，幻想消解已暂时损毁，需返回超能时代修补。这灰色雾气到底是什么？幻想消解竟然一下就碎了。碗中圣女因贪求力量堕落，烛火疑点，献祭无辜超凡者，其纷争之心祝福，成传火者后被苏尔神父所杀。他的欲念被越狱的囚犯打散，再度变回压抑本性的圣女，但欲望的种子一旦生根，迟早都会发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您是？这是学会的纸，埃尔维斯老会长的笔，上面是人血，学会出事了。果然是苏尔神父搞的鬼，我还以为只是自己状态差，没想到是被他控制了。您不是学会的人吧？送这封信肯定费了不少劲，您想要什么报酬？这是一场试炼，一位隐秘存在的试炼。他说把这封信送到你手里，我就能得到缓解超凡失控的办法。这信是我从3层下的监狱取来的。隐秘存在，半神、天使，怎么可能？焦土圣所有序列9巡逻，知海囚狱是序列7以上构造的，他一个序列9怎么可能越狱？还打破了我都解不开的控制，他们皆无从揣测。因你我仅是凡人，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无论是否是他的旨意，我都该报答您。超凡失控是魔药的污染，这伤就是我没消化完的战争魔药弄的，我没彻底解决的办法，但有临时手段。这是诸圣滴露，我用微光耳坠加持能力您的，序列7以下用，缓解失控立竿见影。有了这个，升2V.2稳了。糟了，陈导时间过了，烛火骑士肯定发现异常了。苏尔也会来，他是战争序列7的督战官，能强化骑士，我只是序列8的随军牧师，根本打不过。没有高序列战力，我们根本逃不出去。别慌，他给了我指引，他说我将得到对抗序列7超凡者的力量，就在下一刻。他指引。现有的世界存档为超能时代、魔药时代。
已选择世界存档超能时代，加入世界中。超凡失控进化完成，职业超能力者判定中。职业超能力者已晋升 LV2， 个人现实强度同步提升，算力适配完成。幻想消解居然也跟着变强了，现在说不定能影响序列7以上的超凡者了。试试反射，电磁力应该也能控制了。真的能影响电磁，虽然不如安慧，但已经是巨大突破了。怎么回事？检测到能力超载，超载能力可释放全部潜力，但算力不足时会引发失控。看来限制器彻底过载了，只能明天找邓英老师修了。不过 Leaf2 已经够了，高考前时我应该能搏一把。考场危机，对手使坏，试卷将毁。阳光文具保护者铅笔盒加进攻者中性笔，套餐价9999信用点，为高考保驾护航。搞什么？高考哪有这么夸张？损坏试卷直接被抓，还需要这玩意儿？这广告是真的吗？高考要变成战场了。听说市政府要改革高考，说不定是真的。改革？难道广告不是噱头？你的限制器怎么回事？红灯是超载信号。昨天晋升 RV.2， 能力突破限制，直接把限制器搞过载了。突破限制器还能晋升？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我低估了你的潜力，我把限制调到 11%， 稍微难操控，但你应该能适应。按推算，你掌控 35% 能力模型时，有机会冲击 LV.3。 35%太远了，高考前肯定达不到。Level2也够了，历史上高考前到 LV.3 的，最后都是 LV.5 的大佬。你不用急，你看到那些广告了吧？阳光文具的广告看见倒是看见了，不过那广告总感觉怪怪的，搞得高考就像是战场一样。高考改革了。改革？怎么改？市政府上调了能力测试的战斗力评分比重，下调文化分占比，还把能力测试改成了接受企业投资的对抗赛。简单说，这次高考侧重战斗。怎么会突然侧重战斗？以前不都是按能力模型的出力、稀有度评分吗？能让剧企放弃能力利益，转去追求战斗力，或许和外城有关。外城难道是战争？可理想城根本没有对手啊。不是你想的战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理想城为什么分内外城区？不是贫富差距，是有更严肃的秘密，涉及保密协议，我不能多说。但市政府能半年改造省科星球，却不碰外城，肯定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那和高考改革有什么关系？改革后要和同考区学生战斗，按积分评等级，很多考生有剧企支持，在实验室强化了能力，但这个人你绝对不能输。尤瓦罕森，摩恩大学副校长的儿子，快晋升 LV.3 的引力控制能力者。你要争物理系第一，井底之蛙，他是最近的对手，不代表不存在。输给他，别诋毁于进教会，你在普罗米修斯系统的评分权重会远低于他。更重要的是，物理系第一能拿到解除能力失控的机会。没想到物理系第一能拿到解除能力失控的机会，我绝不会输给他。对了，老魔术师接下的委托就在今天中午12点，现在给去 C 区的诺亚医药。已装在小意思，不过大人完成委托后，能给我加入诺亚医药的机会吗？更像变形光这不够，而不是真的要完成这些忠诚委托，正好这样证明更不容易暴露。诺亚医药才会对你们开门。这是我，哼，老头盯着这档案看这么久，怎么你也想接这个委托？只是看看，我劝你老实一点，半只脚都踩进棺材了，还这么上进干什么？想临死前给诺亚医药当狗，你可得搞清楚，这任务不是谁都能接的，有命接也得有命做才行。利弗高中生，没背景没强援。对比那些防备森严的目标，我就是最容易啃的骨头。贝伦怕我抢委托，才对我敌意这么大。他想靠这个简单任务讨好诺亚医药，拿到入场券。怎么不敢争了？早知道你这老东西没胆子，还敢跟小爷抢？没必要争，谁有本事谁拿。卡伦大师，你真不担心贝伦那脾气，说不定会在里面动手。动手才好，省得我找机会。若他接下委托，我就要被没完没了的暗杀。只有我成为唯一的杀手，才能拖到高考。高考时，诺亚医药不敢动手。其他剧企会盯着他们。哼，好心提醒，你还不领情。大门即将解锁，但我必须提醒你们，一是错误严重，实验室封存太久，里面可能出现禁忌生物。就算你们是死灵学派大师，也得小心。签了这份人身意外险，你们进去后，我在外面等。要是谁没出来，我们会用保险赔偿安葬他。还真是雁过拔毛，死了都要炸，最后一点价值。是尸壳的魔力波动里面至少有2具尸壳，有他们在。我就是主场，贝伦想动手，正好让他试试死亡途径的魔法。祝你们好运。诺亚医药到底在做什么？克隆、基因实验，这些生物残骸太奇怪了，太诡异了。先找尸壳。
这些死亡魔力能改造生命，幸好我晋升了序列8死亡途径，不然我也会被浸染。1月28日，外城区纽约空洞取得尸壳指骨。4月26日，我成功了，是死灵魔术，贝伦果然要对我下手。老头儿，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死灵魔术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我的死亡镰刀都躲不开，让我看看口袋里有什么宝贝。你没死啊？你的真正魔术就是这种东西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你的魔力怎么会这么强？啊，我的个人现实，给我压下去。不怎么，还有尸壳。你以为死灵学派的大师只会控制一具尸壳？魔法，真正的魔法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不是走后门的老古董吗？序列8炼尸人的体魄和魔力抗性，可不是贝伦这种半吊子能比的。做掉他，需要我去请你过来吗，女士？哈哈哈，卡伦大师，我就是路过，真的。路过？我不杀无辜的人，但你要保密。今天的事，要是从别人嘴里听到，你会和贝伦一样，被死灵之火烧成灰。我嘴严，绝对保密，就算严刑逼供，我也不说半个字。人老了，不想见血腥。你是10几年来第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，十几年来唯一一个。大师，您刚来理想城内城吧？我叫江城，天听一高的老师，在 C 区住了20年，我可以当您的向导。加个论坛好友吧，以后我想去哪就找你。他会真正的魔法，他是冠位魔术师，我卡序列93年，缺的就是传承。他愿意让我知道秘密，说不定会指点我。有了江城这个向导，就能深入了解魔术师群体了。近点没人知道，正好利用卡伦的身份查理想城的秘密。那卡伦大师，我就先出去了。慢。邓英说的外城秘密，还有诺亚医药的暗杀委托，说不定都在这笔记里。4月26日，我靠指骨魔力突破限制，成了超凡者，要上报奥尔德部长。靠一根尸壳指骨就成功，不怕失控吗？5月7日，奥尔德部长送来历史空洞的魔物，要我缝合实验者，造死亡途径超凡者。原来空洞是历史空洞，理想城的隐患在这。5月10日，实验者排异畸变，可我当初明明没问题。序列9主材都不齐全，怎么可能成功？5月18日，把怪物器官缝进高中生身体，他是公司高考王牌，我怕他失控。诺亚医药疯了，居然把怪物的器官缝进人的身体里。 6月1日，错了，上个时代不可碰，末日要来了。看起来是因为最后的擢升仪式失败了，这个实验室才会变成这种样子。历史空洞，疯狂实验，高考改造人。理想城的水比我想的还深，这个末日预警到底是笔记主人的臆想还是真的？检测到设定锚定物，生成世界设定空洞，当前可容纳世界设定上限为2，创建新世界需2个不同设定。空洞能当世界设定，魔药时代靠魔药神秘就这么强，那空洞能创造怎样的时代？可惜现在缺一个设定，没法创建。生物改造数据实验体怕高分贝声响，那诺亚医药改造的高考王牌会不会也有这弱点？这就是大版本排斥。笔记本的主人说空洞是末日前奏，这里面肯定还有秘密。没想到是你赢了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你们有人想要完成一个暗杀委托来证明自己对诺亚医药的忠诚吗？我接高考前完成。这份暗杀我的档案信息来源是巡查局，委托方也没署名。诺亚医药和巡查局到底是哪个大人物要杀我？你的好市民奖章，以后不管干什么，刷完身份证顺便刷下这个奖章，很多时候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优待。我怕后勤部把它丢了，特意给你送过来。谢谢夏芝姐。我记得你要高考了是吧？听没听说过这次高考要改革的事？听说是要朝着战斗方向改革。说是搞虚拟现实能力大乱斗，把人分组争虚拟场景养蛊，这有钱人肯定走后门。你那好市民奖章说不定能蹭上他们的手段，要不要考虑天听大学？我要考摩恩大学。埋没天才，走了。老罗，你也来拿准考证？他是林德，我同班同学，跟以前的我一样，也是个没能觉醒个人现实的无能力者。不过与我不同的是，他家里还算有点小钱，倒是不用担心未来的生活。一起吧。你没把意向书交给我，也不来上课，你不想去上大专是吗？我还想高考试试。算了，随你去吧，我也管不着你。老师也是为你着想，但搏一搏总好。要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来找我，我们家的小工厂随时欢迎你。谢谢，我会考第一，我就是第一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再拖就扣尾款。倒是把暗杀我这件事儿给忘了。干得好，尾款已结。暂时把暗杀这个危机糊弄过去了，高考才是关键。等我考上摩恩大学，这些麻烦都不算事。这作弊也太明目张胆了。
罗恩，你提前交卷了？没办法，后面的题完全看不懂，又不想看着同场考生抄答案，我就干脆提早交卷了。我懂你，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但文化科占比不到10%，别在意，能力测试才重要。作为朋友，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早点去对你一定有好处，早点去考场，有好处。好处？阳光文具，步您高考长虹。怎么会有广告？我掉头发了。靠，99999信用点，解除这付款链接，还要看8小时广告。那是超链接，点了要么付钱，要么看广告，广告看完了才能进考场。我说怎么这么多人排队，原来都在看广告。这群聚起为了赚钱，真是太无耻了。刚那哥们儿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俩广告机器人为啥不拦他？你刚来吧？有企业会员的，身份卡绑定后能自动跳过广告，能力强的打赢机器人也能进。就咱们这种没钱没战斗力的普通考生才会被堵在这儿。不知道好市民奖章有没有优待？欢迎一好市民参与考试。这就是金钱的力量。本次模拟见识能力测试，考生需用考场提供的设备进入场景，否则0分。选好设备上报监考老师后，本场需固定使用。上千考生只有100来个设备，机器人是第1道门槛，设备就是第2道。难怪林书瑶让我早来。老师，做设备登记，我要这个。哦，刚进来就想抢温泉沉浸舱？呵，我们倒是没意见，但你得问问他们同不同意。咱们也别等了，你们就是本考场最强的一批，剩下连机器人都打不过的废柴改变不了什么，你们之间决出最强就行，我不会偏袒任何人。这个完全沉浸舱，谁能打服其他所有人，最后站在我面前，谁就拥有使用完全沉浸舱的资格。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了。老师都这么说了，大家就别装友善了，僵持就是浪费时间。谁知道早抢到沉浸舱的人在模拟现实里干了什么？我们得赶紧敲定所有权，别在这耽误事，免得正考落后。我知道你们都不简单，要么是公司小高层子弟，要么是学校暗培的王牌，但你们没人能赢我。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也不想伤到人。我用这个沉浸舱，谁赞成谁反对？这人哪来的？还真把自己当 A 区的大少爷了。说话这么狂，就算是 LV.3 来这里，想一次性碾压我们所有人，我们都能在他身上咬一块肉下来。LV.3，你们知道在高考的时候就达到 LV.3 是什么概念吗？还咬下一块肉来，一群白痴。这是以太机械最新款限时增幅器，值100万信用点。我的 LV.2 能力加它，远超普通 LV.2。谁赞成我用沉浸舱？不过是个限时增幅器而已，别真觉得自己就无人能敌了。点到为止，别受伤。偷袭有用吗？以太机械的货向来配备自动防御功能，你们再怎么偷袭我，也要正面接下一次我的能力爆发。还有人想试试吗？既然你们都没有异议，那这个完全沉浸舱就暂时归我喽。我最开始就说这沉浸舱我要了，你没听到吗？穷鬼，还没搞清楚吗？这东西谁强归谁？这是什么？我不能动了。我知道谁强归谁，只是你不知道谁更强。D 区居然有你这样的考生，这么厉害的能力，就算是在 A 区 B 区也少见。老师，你已经拖了很久了，现在能帮我登记这个完全沉浸舱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现在就帮你登记。登记好了，至少在你的第一次生命里，这个沉浸舱就属于你了。第一次生命，在这次考试中，每位考生都很容易在其中丢掉性命，每死一次都要冷却一段时间后才能重新复活。参与高考，想要拿到更高的分数，就一定不要在考试中死去。活着才是最能在其中赢下一切的选择。我刚进来是0积分也正常，不过这积分是怎么来的？这就是空洞，市政府把它模拟进考试了。职业超能力者正遭到微量神秘学影响消磨，特性受损度1%。微量神秘学影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理想城的魔术是个人现实根基的超能力，绝不会让超能力者像在魔药时代那样受环境版本磨损。难道市政府模拟的世界本身就有魔药时代的神秘学影响？为什么就算是模拟也该有根源？职业超能力者正遭到微量神秘学影响消磨，特性受损度3%。神秘学影响肯定来自这空洞，可这些怪物太假了，和那枚指骨一样，不像魔药时代的真东西。魔药时代的尸壳从来不会这么虚无，没有魔力，那他们绝不是魔药时代的。可这神秘学影响到底是什么？能力测试选在这磨损超能力的地方，难道是要选能去外城真空洞战斗的人？考生注意，准备大厅不可直接踏入空洞战场。我就说，这高考怎么可能凭空把人塞进一个模拟场景之后，连考试规则都不说明白？本次测试在会消磨超能力的空洞战场进行，
每次投放100名考生，击杀考生按其排名得积分，积分越高，匹配池越高端。3天后按积分排名，考试匹配全时段开放，不限次数，所有空洞战场全程直播，接受群众监督作弊行为。击杀的积分还要分匹配池，这是要筛选最强者啊！在测试投放开始10分钟后，将会在测试场景的边缘开启撤离点，上交10名考生准考证，才可在撤离点传输数据，回到准备大厅。这是你在模拟里的准考证。家人们点红心，打赏凑复活币，下把一定赢。他没撤离，死在空洞战场了。战死会传送回大厅，只有10分钟滞留时间，要么花钱买复活，全线重进，要么就离开考场回现实。回到现实后，是不是要完成什么才能再进模拟现实？不管怎么离开，外面老师会收走你的考试用具，协会还会发复活权限任务，说白了就是看广告，没完成任务没资格再进来。看广告领复活币，果然是理想城，到处都是铜锈味。不过这样倒比文化考试公平，有钱也只能多容错，打不过还是打不过。全时段开放，无限匹配次数，赢的人才能快速攒分。这不正好，我的矢量操控碾压大多数考生没问题。拿你的准考证在上面刷一下就加入匹配，我猜你实力不错，祝你五运昌隆啊！战场不大，是想让我们快点分胜负，先躲起来观察。安慧刚进来就匹配到减2000的高端局，有意思，这下不会无聊了。哼哼，反应力不够快啊，这就是你做出的准备吗？哈基恩，好吗？还是这么生猛。安慧虽然个子矮，但肉体强度比我那阉割版炼尸人强多了。若加在超凡失控，完整炼尸人和安慧的磁场转动比起来，倒也绝不逊色。但一动用能力失控度就飙升，至今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行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跟我走。我们真要像蛆一样蠕动，没必要这么谨慎吧？零积分的萌新懂什么？我可是1314名的高手，听我的准没错。看到没？举起公子哥的刷分队，他们会组队碾压solo考生。你以为的1对1公平对决根本不存在。组队又怎样？矢量操控照样能赢。不过神秘学影响会磨损能力，车轮战确实麻烦。还好你碰到我，教你个省力气的办法。这是撤离点，你带我来这儿趴着，就是为了等这个？没错，就是为了现在。谁？快，罗恩，直接杀了他！你现在0分，先拿点分再说。已获得积分35000分。这就是你说的用最小代价拿最大收益？不然呢？这群人在撤离点最放松警惕，堵这儿当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在这用能力就磨损的环境里，躲暗处一击必杀，还真是最稳妥的方式。不过考生为了积分也太无所不用其极了，连刷分小弟都有。可惜只有17个，根本不够我们撤离。你先拿着，我们再趴一会儿，等下一波绿光亮起，再偷袭几个准备撤离的倒霉蛋。没想到还能躲开，哼，怪不得是只会堵撤离点的老鼠，原来是只有35000分的新人和一个1000多名的菜鸟，全都是 LV.2 能力者。可恶，被逮到了！他们肯定是尾随刚才的刷分小队想偷袭，结果被我们抢了先。你快走，撤离只要在光圈待10秒，我帮你拦一会儿，肯定能保你走。还想护着新人撤离？没看清我们有多少人？别挣扎了，老老实实变成我们的积分。谁说我要走了？来吧，我们单挑。哈哈，单挑？我是傻子吗？能群殴还跟你讲道义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有你，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单挑你们全部。单挑全员，真是笑掉大牙。重力，他在操控重力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人？前1000名里从没见过他，这种能力保底前10强度。大哥，是我们不识抬举，他们都死了，您也拿够积分了，放我们一马，下回排到您，我们全力护航。狂什么？你再强也只有一个人，我们全力出手，你未必能杀完我们。大哥说的对，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？罗恩小心！你们准备半天，如果真有这些话，那我们只能说再见了。已获得积分48000，已获得积分42000。你这能力也太离谱了吧 ！Levi2 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之前怎么没看你用过？刚才凹造型呢，被你打断了。行吧，算你帅，走，撤离。没事，第一次都这样。看完广告回来继续。你没过20分钟就拿了175000分。老师出来之后应该不强制立刻加入空洞战场吧？刚刚那一场测试打得我有点累，我想在准备大厅休息一会儿，不知道考试规则里允不允许？允许，当然允许。你这积分效率，最后一天考也能进前50。正面打9名 LV2 的考生，超能力者职业就会被磨损到70%，这显然不足以让我以平推之势屠杀每一场对局。看来安慧的偷袭战术还真是对的。便宜师兄，小师弟，我看你直播了，那些人根本不是你对手。师兄，有事说事，我还要休息。有赚钱的生意，这次高考直播有押宝机制，赌考生名次或胜负。你现在是黑马，
压你赢能赚钱。细说。现在呀，你进前列，赔率低，小赚一笔没问题。要赚就赚大的，你赌我明天一步不进，一分不涨。你疯了？考试比押宝重要。放心，就算歇一天，我照样能拿第一，而且分数差距大，我越低，后面涨分积分补偿越多。好，我信你，我把几10万小金库全投了，赚了55分。怎么了，父亲？我们被骗了，邓英的那个学生没死，他的能力很强，已经进了空洞战场。公司已经安排其他考生在战场里找罗恩，一旦找到就格杀勿论，拉低他的积分。但你还是要小心，这小子能力不弱，说不定会威胁到你的名次，你绝不能在入学测试上输给他，那会严重影响普罗米修斯的评价。我不会输，父亲。考试前我就已经达到了 LV.3，我只会是第一，因为我是最强。罗恩希望你能活到我找到你的时候，别让我太失望。你还不进空洞战场？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。不急，老师你说过我能休息到满意。这个考生已经在大厅待了2天，丝毫不受神秘学影响，他绝对有 LV.3的实力。师兄，应该是今天结算吧？赚了多少钱？赚了60万，分你30万。你真能1天之内就打进高排名？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要是出了啥问题，没人能帮上你，老师都快愁秃了。当然，压我进前10，再赚一笔。行，我信你。那个，你叫罗恩是吧？我也压你，赚点小钱。现在得快点去撤离点。积分加40000加52500。看来蹲点儿战术流行开了，不过还好我够快。积分加61300。前100的巅峰争夺终于要来了，赢他也不涨排名，没必要。是第3名，诺亚投资的空间系大块头。你知道罗恩在哪里？他在找我，诺亚医药派来的。他叫罗恩，躲在那里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不是，哥们儿，我认识你吗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大意见？难道是诺亚医药委托暗杀我的人？我假死被发现了。你躲着没用，每次巅峰争夺我都会杀你，你没机会拿第一。主动踏入了矢量操控范围，正好。竟然是矢量能力，怪不得上头要我拦你。LV.2矢量拦不住空间传送，他的肉体强度也远超普通强化系，是劲敌，是实验室里疯子主管笔记里的改造人。他身上的伤口是缝合超凡器官的痕迹，怪物怕高分贝声响，说不定对他有用。和那人同类型的能力，但你赢不了我，我敢拼命。超凡器官变异，诺亚医药的实验真疯狂啊！排名提升至第3名。贝克话里话外都在阻止我拿第一，还说和他同类型的能力。阻止我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现在的第1名。邓英说过的引力控制能力者，高考前就暗杀我。他这么怕我抢物理系第一，难道物理系第一的好处比我想的还多？已成功撤离，积分结算中。罗恩是吧？听说你是邓英的弟子，看来他还是没学会收敛，不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要碰。你要争摩恩大学物理系第一，对吧？高考结果会影响普罗米修斯的评分权重，既然都要争，别浪费时间了。30分钟后的下一次巅峰争夺，我会去找你，我会摒除其他考生，只和你1对1，决出真正的第一。你敢吗？你这脸皮还真硬，高考前花钱买凶杀我，现在倒装起大义凛然要1对1。怎么，之前暗杀失败，现在只能靠嘴硬撑场面了？哦，对了，你是副校长的小儿子，B区的公子哥，你的公平确实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样。刺杀是我父亲的主意，属于具体按规则，和我无关。邓英当年想靠实验抢普罗米修斯权限失败，现在不该带着你回来搅局。你该想想，邓英是不是把你当重启实验的棋子？比起恨我，你更该提防你的老师。少来这套洗白手段，就算暗杀是你爹干的，也改变不了你是个野种的事实。还真被我猜中了。本来赢了之后还想和你做朋友，现在看来你根本不懂尊重。尊重，我只尊重有脑子的人，不尊重拙劣的白莲花。罗恩，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。尤安从高考开始就霸占第一，挑战者全败，他绝对是这次最大的敌人。贝克第3名，空间系加肉体强化，诺亚医药改造者。当初若不是知道贝克怕高分贝，不动用炼尸人的话，我最多和他打平。消耗战到最后，输的只会是我。引力控制能放大或缩小物体间的引力，表面看和我的矢量操控类似，但能力模型差远了。引力本就是矢量的一种，我现在 LV.2，虽然受限，但勉强能控。尤安若只是 LV.2，他能做的我都能做，甚至更好。我是他能力上位，没理由输。可论坛查不到他的底牌。我赢贝克的事，他肯定知道，还这么自信，视频里却没录过别的能力。战胜贝克时，我暴露的是常规矢量操控，能力超载是他所不知道的我的临时底牌。成为 LV.2后，我练了这么久个人线时，早就习惯了矢量操控的力道。可超载后的力量，我一直没敢碰。限时力要是超载，不仅限制器会过载，我的算力也撑不住。
到时候不仅伤身体，还得麻烦邓英调半天参数。但这里是虚拟现实啊，就算超载失控，大不了退出再进来，状态就能刷新，根本不用担现实力的风险。5万信用点，我去，小师弟，你真打赢第3名了！现在你是高考前3，简直无敌！停，师兄，我找你有正事，我打到第3，押宝赚的钱，我的那费有多少？大概60多，算了，凑整70万，我现在就打你账户上。还完助学贷款还剩30多万，5万复活币完全能接受。谢师兄，先挂了，我要准备下一场。退出模拟现实。刚刚那股力量，就算尤安是 LV.3 也绝扛不住。尤安还真说服他们不插手了。没想到你真敢来，看来你完全没认清我们的差距。差距确实有，是我远超过你。你站着的第一，该让给更配的人了。你不知道差距，我是 LV.3 的引力控制，你只是 LV.2。虚张声势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，那就赢过我。不是虚张声势，这破坏力远超 Live 2，出力至少差10倍。他在藏拙，他是 LV.3，大学毕业才有的等级，他竟然高考前就达到了未来的 LV.5。逆转拆解，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？没有改造，没练过肉体，近战就是他的弱点。想近身，太天真了，没用的，连血液流向都能控。你的能力是施加反方向的力，嗨嗨。Live 3的个人现实太强了，我的矢量操控只能勉强抵消引力，根本没力气强化攻击。邓英找的学生果然是天才，但你知道吗 ？LV.3 和 LV.2 最大的差距是独属于个人的公式。不好，要打断他。出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尤安怎么可能是 LV.3？ 我离开摩恩大学时，他才刚摸到 LV.2 的门槛，这才1年正常修炼，绝无可能，除非是他那个副校长父亲强占普罗米修斯的游客权限，挪用运算资源帮他算公式，这根本是作弊。公式啊，多少 LV.3 能力者熬到白头都构建不出，3大学府的高材生要耗尽4年心力才能勉强做出个简单公式毕业。这小子倒好，靠父辈余音一步登天。本来罗恩的能力是引力控制的完全上位，我从没想过他会输，可现在有公式的 LV.3 对付 LV.2，根本是大炮打蚊子。罗恩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还好罗恩这小子早有准备，用铁砂做了软甲。可，你竟然没死！公式你刚刚的力量是把个人现实力的引力增强了3倍，这也能判断出来。不错，我的公式就是无差别增强引力，你的能力挡不住这种强度，都这样了还硬撑，跪下吧，你输了。你真觉得自己赢了？靠3倍引力，靠 LV.3 的等级，不然呢？能力、等级、状态我都比你强，这就是胜利。什么情况？已加载设定能力超载，不可能 ！LV.2 怎么会有这种力量？我承认你很强，但现在我的能力在你之上，我才是第一。怎么可能？他的能力为什么能暴动出远超 LV.3 的出力？他一直带着能力限制器跟我打，矢量暴动肯定让他算力过载了。他现在肯定动不了，我还有机会。只要爬过去，说服他们杀了罗恩，送我去撤离点，就算大出血也值。就算他们想抢第一，我还有2次巅峰争夺的机会，总能抢回来。普罗米修斯的权限，0号实验室 LV.5 的名额都只能是我的，绝对不能输给罗恩。抱歉，这里已经满员了。你不可能，明明算力过载，你怎么能动？算力过载那是矢量操控的问题，我把能力超载和超凡失控卸载，不就变回能控制的念动力了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你无法理解，只是因为你我之间的能力差距不是等级能弥补的。完了，我现在连调动引力的力气都没了。不，我可是 LV.3， 我不能输。LV.3， 现在的你连块石头都挡不住。排名提升至第1名，积分更新为2100万分。本次高考能力测试排名锁定，您将获得第1名专属奖励。终于结束了。罗前辈，我们之前是被尤安胁过的，不是故意要针对您。我知道，现在比赛结束，你们自己去撤离点吧。还好赢了，该早点告诉罗恩公式和权限的事，是我顾虑太多了。LV.2 能赢有公式的 LV.3， 罗恩的天赋远超预期，是时候告诉他0号实验室的事，让他准备构建自己的公式了。依林呐，我要给你介绍我的新学生，一个
能成为最后一位 LV.5 的天才。检测到考生第2次购入复活权限，复活币捆绑包含开封菜会员乘10，公牛提神饮料乘20，赠复活权限 X1 99% off，99% off， 这么划算，要10万信用点，坑人呢。原价5万，加堆破东西翻1倍，这叫99% off， 还是单买复活币吧？每日仅限1枚5万信用点复活币，其余均为捆绑包。算了，还差2次巅峰对决，不能丢了第一。还以为尤安会继续纠缠，没想到他这2场都缺席了。匹配时间结束，空洞战场将在10分钟后关闭，请考生有序撤离。考完了文化科分数不重要，能力测试我毫无疑问会是第一，也必然会是这次高考的高考状元。罗恩这么高兴，远看还以为大电耗子成精了，在这儿蹦跶呢。你才是大电耗子，这是我能力强，控制不住而已。第一啊，你居然拿了能力测试第一，你这家伙到底怎么练的？之前还以为你和我差不多，能当我势均力敌的对手，结果你直接冲到第一了。我可是和其他考生站到了空洞战场边荒，还磨灭了排名第一呢。看到我拿状元，感觉如何？感觉我儿有大帝之资，以后能和那11个 LV5拼高下。我来叫个网约车。这么豪华的车是尤安，诺亚医药赶光天化日动手，得先让安慧报警。师弟，高考状元哪能自己打车？老头因为没提前教你公式的事，正郁闷着想补偿你，让我来接你。3大剧企之一的天听传媒的车，邓英老师让你来的。上车吧，这回老头可是出了波不小的血，才给你换来了点好东西。师弟，高考状元哪能自己打车？老头因为没提前教你公式的事，正郁闷着想补偿你，让我来接你。3大剧企之一的天听传媒的车，邓英老师让你来的。上车吧，这回老头可是出了波不小的血，才给你换来了点好东西。这香味儿不对劲，别慌 ，A 区 B 区都常见，就是普通空气清新剂，能消疲劳、镇精神，劣质货才有成瘾性。咱这是诺亚医药的大品牌，放心用。确实比宿舍的劣质货好太多，不愧是剧企。师兄，老师到底准备了什么？怎么会是天听传媒的车来接？是天听视频的伊琳娜总裁想见你。伊琳娜几10年前把摩恩商业挤出视频市场的狠人，都超100岁了还在一线。邓英教授推荐后，我们评估了你的信息，总公司很重视，批了预算。敲定合作前，伊琳娜女士和教授决定先给你点奖励。你们要投资我？你的能力远超普通学生，且没接受过其他投资，履历极佳。投资后，我们希望换取你在摩恩大学部分实验项目的参与权。具体细节，伊琳娜女士会和你谈。别人高考前就靠剧企投资撒钱，我连复活币都心疼。天听传媒的投资能带来什么？前沿科技、实验室特殊装备，说不定能有增强个人现实、控制矢量操控的装置。这哪是理想城，倒像前世的正常都市。C 区地区的棚屋跟这比，简直是2个世界。有钱人的舒适果然不一样。见大人物不能穿9.9包邮的便宜货，伊琳娜女士给的见面礼不限额，随便买。这衣服陪我好久了，但工业垃圾对身体不好，薄面子也不好。这些人怎么回事？ B 区常见，药物玩嗨了的有钱人，精神不正常，离远点。理想城不是禁成瘾性药物吗？怎么还这么多？罗恩，这是我朋友伊琳娜女士，既然人已经到了，就快点说回正题吧。伊琳娜，这可不只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同样也是你的。我觉得罗恩有受到普罗米修斯认可，执掌善区权限的潜力。天听传媒的投资支持应该提升到最高档位，这才是一位未来必然成为 LV.5 的天才应有的价格。什么普罗米修斯善区权限？天听传媒要给我最高档位投资，支持我成 LV 股。我的确会投资它，但在商言商，我认为投资档位仍需要斟酌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他明面上的最高档位投资，将他纳入100人投资计划，但那或许有些埋没了他的天赋。我必须要确定他那份强大的能力，在真正面对空洞之时，是否还有这种远超理解的强度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会向总公司申请单独定制独有的投资计划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像圈项能力限制器，可着密封的铁盒。这是空洞里掉出来的东西，比疯子主管的指骨还诡异。明明有魔力，却没彻底消解。难道是空洞的力量在保护它？别用能力本身的力量，用身体接触它，让个人现实笼罩，然后闭眼，像用橡皮擦铅笔线一样抹除它。这是能力增幅器，能控能力模型，临时把你个人现实提至 LV.3， 抹除成功，它就是你专属投资的首份奖励。失败，你只能进100人计划，拿常规投资。这里不是虚拟现实，空洞侵蚀很危险，你可以选择不试。
临时 LV.3 的增幅器绝不能放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个人现实怎么会有这种效果？他的能力本质到底受反神秘方程式多少青睐？幻想小姐正遭到微量神秘学影响 alpha 与中量神秘学影响 beta 消磨，特性受损度 60%。alpha 和贝塔，难道魔力是魔药时代的 alpha， 空洞的虚幻力量是贝塔？难怪魔力没被磨损，是贝塔在保护它。可贝塔的消磨力太猛，55%损耗超序列8，难道是克制超能力？专属投资计划，我现在就推进。邓一没说错，你确实是最强能力模型持有者，这份力量是神明恩赐，就像战争赐火，时间与永生，死亡永不朽。反神秘方程式恐怕也将你。次元更新手册提过，反神秘方程式是超能时代 4.0 核心，阿提娜骇入后，幻想才落幕。我的幻想消解就源于他。之前在地区查，网上全空白，官方封锁，伊琳娜怎么会知道？这情报绝不能放过。伊琳娜女士，反神秘方程式是什么？这个我饿了，去楼下吃员工餐，你们聊完喊我。这便宜师兄，他知道这件事不该是他能知道的，直接找个这么蹩脚的借口回避。有时间请他吃顿饭吧。俺会有构建公式的潜力，能当罗恩实验副手，没必要回避。先签保密协议，泄露者最高判死刑，理想城100年首例特批。大灾变就是历史空洞造成的，这些洞会吐出上个时代的魔法怪物。反神秘方程式是中央智脑的核心程序，专门应对他们。眼球上的力量更偏向空洞，不像魔药时代产物。看来伊琳娜也不懂魔药时代。3大巨企建理想城实创了中央智脑和方程式，才护住内城。但现在空洞越来越强，高考改革就是为了让群众适应，几年后会公开灾难真相。你是反神秘方程式的宠儿，个人现实受他加持，能对抗空洞，这是完成求知实验成为 LV.5 的关键。为什么受方程式青睐就能成 LV.5？ 我搞不懂逻辑。先问你们，超能力的本质是什么？根源是扭曲世界的个人现实，表现为能力模型，靠模型释放力量扭曲现实。那 LV.4 和 LV.5 呢？个人现实怎么笼罩城市甚至星球？我自己 LV.3 最多影响20-30厘米，LV.5 的范围根本无法想象。超能力者的路在 LV.3 后就断了，人类个人现实的极限就是 LV.3 顶峰，想升更高，必须要中央智脑的善区权限，只有完成中央智脑的求知实验，才能拿权限。实验设未知技术能让科技进步，但会引发空洞袭击，风险极大。第一位 LV.5 重力掌控，做反重力工程，实验时引发了伦敦大空洞，后来靠方程式完善，才没再出大灾变。我当年就是因为能力抵不住空洞，损坏0号实验室，被踢出摩恩大学。空洞克制超能力，还阻止科技进步，像 5.0 版本的反科学方程式。完成实验的主管权限就是 LV.5， 攒贡献拿分管权限就是 LV.4。看这个白色扇区，普罗米修斯，现在唯一空白的 LV.5 权限扇区。怎么争取普罗米修斯的权限？成为摩恩大学物理系第一，用0号实验室完成我没做完的实验。不过现在不用急，你赢了尤安，在普罗米修斯的计算里得分更高。0号实验室损坏，明年中旬才修复，你有1年时间准备。学年末考系第一，还要升到 LV.3， 构建自己的能力公式，达到普通超能力者的顶峰。老师，能力公式到底是什么？和尤安用的那种力量有关吗？若不是矢量操控、克制眼力控制，还有能力过在兜底，尤安用公式时我就输了。这可是成 LV.5 的必经之路，我必须搞懂。之前没跟你讲公式的事，差点害了你。还好你赢了尤安，现在我跟你细说，能力公式是 LV.3 才能支撑的特殊能力，本质是对能力模型的截取与改造，用一个专属仪式将改造后的力量固定下来，重现仪式就能释放。靠仪式勾动力量，这不就是魔法吗？只不过把魔力换成了个人现实，甚至更像魔术。魔药序列、守墓人这些东西之间肯定有联系。构建公式可没那么容易，得在能力模型里精准截取片段，还要用仪式诠释。3大学府的高材生4年里拼尽全力，大多也只能搞出个简单公式应付毕业，甚至还有不少抄智库记录、照猫画虎的半成品。算力、常识、运气缺一样都不行，能成的人连理想城的1/1000都不到。那尤安呢？他一个高中生，怎么能构建出那么强的公式？
3大学府的天才都做不到，还不是靠他父亲斯考特·汉森，摩恩大学的副校长。我离开后，物理系全被他掌控了。0号实验室疯了，他拿不到主管权限，就靠职级申领了分管权限。去年物理系的排名奖励肯定被他巧取豪夺，还走后门用普罗米修斯给尤安运算，帮他硬生生构建了公式。原来尤安是靠这个升的 LV.3， 用公式强行擢升个人现实。正常超能力者根本没这机会。要是我也能借普罗米修斯构建公式，其实尤安的路你以后也能走。普罗米修斯归属摩恩大学，很多功能对学生开放。斯考特给尤安申请的运算权限，你攒够学分也能申。自我构建的公式更有灵性，但你时间不够。入学后攒学分、申权限是最稳妥的路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暑假提升能力。要怎么提升？我刚给总公司提交了你的独有投资申请，很快就会批下来。我们会根据你的能力定制最科学的提升方案。你的能力难控制，但有我们的支持。入学前把个人现实扩张到逼近 LV.3， 甚至超 LV.3 都有可能。一次个人现实扩充实验70万，一支神经填充计10万。以前在地区根本不敢想钱能这么花，不过效果还是显著的。这能力限制器也解禁到了 15%， 比高考前多了 4%， 按推论到 35% 就能触碰到 LV.3， 距离开学还有7周，要是顺利的话。能力提升，超凡失控也跟着涨，最多半个月就到临界值，到时候又得停步不前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看来必须去魔药时代找根本办法了。看个破门都能发呆，要不要吟首诗伤春悲秋啊？就这破门有什么好怀念的？倒是学校食堂的拼好饭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。安徽大神，你居然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保送摩恩大学就不来了呢，肯定是来拿成绩单的吧？这高考协会也怪，都保送了还得跑一趟，白折腾。以后在3大学府混好了，可得带我啊！我还在愁能不能上大专呢。老罗，你也来拿成绩单，预估考咋样啊？应该非常不错，那发挥的挺好，上一本没问题了。对了，你助学贷款咋还啊？一本不像大专能赚快钱，要不我跟我爸说说，给你安排个兼职岗。那倒不必，我自己有办法。走，老班在隔壁办公室，我们去找他。同学们，快跑！啊，有怪物，快跑啊！我的天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空洞的力量，怎么会在地区高中出现？伊琳娜说过，只有触动未知科技实验才会引动空洞，这里怎么可能有实验？带老班去医务室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你小心！老罗，你疯了！你一个 Lovey 零冲上去干嘛？让巡查局来啊！这是什么力量？他不是无能力者吗？幻想小姐正遭到微量神秘学影响消磨，特性受损度10%。这衣服有某高中的校徽，他是人类学生。怎么还有？还愣着干啥？快报警！哦，马上报。抱歉，通话对象正忙，请稍后再拨。抱歉，通话对象正忙，请稍后再拨。这里是地区总巡查局，说明报案原因与经过。地区某高中发生怪物袭击，已造成1人重伤，1只怪物被解决，但楼外还有新的怪物在攻击学生。又是怪物杀人案，我已经上报，离你们最近的小队会尽快支援。最快多久能到？多久？明天早上吧，大概。他们前面还有192件杀人案要处理呢。192件。暑假高考出分日，帮派都躲窝里了，怎么还这么多案？1分钟5起杀人案，持续半小时了。学姐，摄像头全坏，到现场只看见血泊和一模一样的尸体，没穿衣服，死法相同，这怕不是买了1万个克隆人玩行为艺术？咱们是干员，不是收尸人，找殡仪馆吧。克隆人没有智慧，也没人权，你说的未必错，但幕后黑手用克隆人自杀吸引注意力，肯定在掩盖什么。出事了，地区某高中有怪物袭击，报警说最近的小队在处理192件案，明天才到，你得过来看看。罗恩，他回去拿成绩单了。怪物袭击不是克隆人自杀案。学姐，你干嘛？我开玩笑的，找殡仪馆会被摘胸牌的，我还没攒够学分申雅典娜权限呢。不是去殡仪馆，这些克隆人案是幌子，罗恩那边才是真的麻烦。这些怪物 Level 2就能处理，不算难啊。不对，
那里的空间要裂开了，有东西要从里面出来。所有外勤小队 BSC 已派合作企业医疗小队，20分钟后抵达。20分钟内解决所有敌人。C02、C05 负责临时救援 ，C03、C06 疏散民众，征调可战斗能力者。C04、C07 随我战斗。快，跟着我们往校门口走。根据武装升级原则，使用致命武力。怪物在影响我的个人现实，和之前那个连环杀人犯的能力一样。难道他们是被同种变异能力改造的？看好他，我去清剿剩余怪物。动用几次能力就这么累，空间传送都变滞涩了。这些怪物到底有什么古怪？糟了！没想到作为巡查干员，还要让普通市民帮我一把，让你见笑了。要不是你这么巧在这边，我说不定真会受伤。巧吗？你跑那么快，我差点跟不上，还好赶上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参与了今天的事件，但观察半天，见他们拼尽全力救人，这才确定无关。这些怪物能损害个人现实，影响超能力，你没受伤吧？他还担心我自己能力都快用不出来了，我没事，倒是你，这些怪物得用最低消耗抵消他们身上的空洞力量，不然会被快速耗干能力。对了，你说这些怪物原本是某高中的学生，真的是校徽？难道是生物实验控制克隆人自杀的幕后黑手，就是为了掩盖这个？诺亚医药贝克就是被他们用空洞材料改造的，可天听传媒已经警告过他们，不该再动我。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糟了，空间里的东西要出来了！快拦住他！得用公使船局长过来，这怪我们没办法处理。不必，我来试试。能力增幅已启用，剩余电量99%。第一次完全掌控 LV.3， 空洞力量和我的个人现实在消磨破绽来了。果然有超凡材料，剩余电量9%。20秒耗了90%电，超凡失控度到55%了，超过60%就会超载。看来是时候把回到魔药时代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了。你的能力等级是怎么回事？刚刚那是拉力3吧？我记得高考前你才拉力1。总不能说我开挂吧？侥幸而已，主要靠这个能力增幅器。就算靠增幅器，有安利3的表现也很厉害。你这能力加安利2等级，上3大学府轻而易举。考得怎么样？还去摩恩大学吗？差一点。这次高考这么难，你都差一点上3大学府。不是差一点上，是差一点没拿第一。你没和公司签工作协议吧？我不缺钱，也不想大学打工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大理吗？我能把你捞进巡查局，顶我们小队最后一个位置。天天一线奋斗，太危险了。别去，好处多着呢，信用点、功绩、补贴，还有最重要的任务学分。基锦就是为了申雅典娜运算权限攒学分才来的。你不想熬4年搞个半成品公式吧？暑假多做任务，入学说不定就能升至脑权限。作为理想城市民，就该为治安做贡献。我自愿加入，啥时候发证？今天不行，案件要处理，几天后我联系你办入职。援救队到了，功劳我帮你报，笔录免了，就不浪费你时间了。有关系就是好。该死，部长，生物改造实验成功，引发空洞了。这是已知答案，我要的是材料。巡查局来得快，没来得及回收。废物，1周内看不到新材料，下次着生实验拿你们开刀。看来只能再搞一次实验了。还蒙着抵抗反神秘方程式的纱衣，魔力好充盈。魔药配方：战争序列期督战官。魔药材料：百战英灵的生锈军旗加米诺陶诺斯的心脏加300毫升纯水加10克夜影草加35毫升服药者血液。制作方式：军旗刺穿心脏，混合铁锈血液滴入纯水，静置1天后加入夜影草与服药者血液混合物。竟然是战争序列期的魔药主材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我正缺快速升 RV.3 的办法，天听传媒的投资能让我入学前升 RV.3， 但花销是天文数字，而且他们肯定想把我绑定在阵营里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有不用依赖他们的晋升手段，谈判桌上我才有更多筹码。喝魔药晋升多简单，找齐材料做好，喝下去当场起效。要是这段时间升 RV.3， 再靠巡查局任务攒够学分，刚进摩恩大学就能升普罗米修斯权限，拿能力公式，直接到普通能力者顶峰。战争序列期督战官，我有死亡之恩赐，跨序列喝魔药能行吗？除非我也拿到战争之恩赐。现在有2条路，要么找死亡序列期的魔药，要么卸除死亡设定，找战争序列9和7的魔药。不过伊德利拉是战争序列8随军牧师，找他帮忙，不管是要战争材料，还是把这颗心脏换成钱买死亡材料，都容易多了。就这么办，临时 RV.3 能力增强的幻想消解，无敌的矢量操控，
魔药时代最多也就序列期的威胁，根本不够看。晋升机会就在眼前，该回去了。已选择世界存档魔药时代，加入世界中。得到对抗序列期的力量，就在下一刻。罗恩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您目前还只是序列9，这实在难以想象。祝圣地路呢？我才刚递给他，怎么凭空消失了？难道是他背后的隐秘存在出手了？能顺取超凡造物，也能顺取人的头颅。不必疑虑，伊德利拉女士，那位大人已为我赐下试炼之符，有他庇佑，即便序列期也需暂避我锋芒。这是无需魔药的晋升，不愧是隐秘存在的力量。可您现在只是序列8，烛火骑士里有4名士兵，还有苏尔神父这位资深督战官。疯了，苏尔怎么敢拿那东西出来？他不要命了吗？那是什么？收容物，极端危险的神秘物品，是轨迹序列4半神死后凝结的超凡特性。虽苏尔只有序列7，却能借它获得序列5的肉体能力。序列4对标里想成是超越 LV.5 的存在，这小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早几分钟逃就好了。到金雀花街的真理学会领地，苏尔绝不敢造次。只要逃到真理学会就行。超能力者矢量操控，能力超载，全部启动。你快躲起来！试炼便是要通过的。伊德利拉小姐，听过勇者渡毒爪的故事吗？神明赐他羽翼，而现在那位大人也赐我飞翔之力。凭空飞行，这也是赐福。他到底多慷慨？伊德利拉，也许还有别的机会。设定：个人现实遭过量神秘学影响，特性受损度97%，现在将导致职业超能力者损坏。不行，只能用到这里了。这儿来这，这就是真理学会集会地点，和焦土圣所完全不一样。罗恩先生，您愿意陪我一起进去吗？苏尔惦记着您，单独行动太危险。那位大人的启示说，与你加入真理学会，我便有晋升序列7的机会。可您刚升序列8，消化不完全会失控的。消化，原来超凡失控是因为消化不完全。魔药时代果然有避免失控的办法，这就是真理学会集会地点，和焦土圣所完全不一样。罗恩先生，您愿意陪我一起进去吗？苏尔惦记着您，单独行动太危险。那位大人的启示说，与你加入真理学会，我便有晋升序列7的机会。可您刚升序列8，消化不完全会失控的。消化，原来超凡失控是因为消化不完全。魔药时代果然有避免失控的办法。什么是消化？消化魔力、魔药还是超凡？只有消化了才能正常晋升吗？这是超凡领域的隐秘，虽不重要，但得守保密法，进去再说。提醒您对超凡知识太陌生了，就算是隐秘存在的眷者，在法兰帝国也别在公开场合聊超凡，这里的国家暴力机构不简单。法兰帝国保密法，原来魔药时代的超凡又隐藏，还被立法监管。跟我来吧，我先去见一下埃尔维斯老会长，等见过埃尔维斯老会长之后，我会去换一份学习许可，把这份隐秘传授给您。小伊利，好久没来了。上次因机械马车设计吵架后，还以为你赌气不来了呢。最近有事，查理斯老师。这位英俊绅士是谁？我虽老眼昏花，但作为学会守卫，不能让陌生超凡者随便进，不然埃尔维斯又要骂我没用了。这个，我叫罗恩，从其他大陆来的游客。听伊德利拉小姐说，这里有晋升序列7的机会，想参与学会集会。对，是我带他来寻找晋升机会的。愿真理之塔的光辉照亮你的前路。欢迎来到晚中城，罗恩先生，以后你可自由进出。他居然信了，难道跨大陆旅行在这时代很常见？魔药时代的发展可能比我想的先进。这家伙不简单。这是什么超凡能力？序列几才能做到？罗恩先生，跟我来，埃尔维斯老会长就在楼上。刚刚那书架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个序列的超凡能力？它是门神秘学意义上隐秘与非隐秘的界限，门内可谈超凡，门外需谨言慎行，否则会遭神秘学反噬。这是固化的永久超凡能力，来自序列7，但具体细节我也不清楚。这简直是地底王室宴会厅，真理学会真够特别的。估计又去学术沙龙了，趁等他的时间，我教你克制失控的秘法。这是用学术积分换的秘法载体，得用古罗德兰语写出来才行。古罗德兰语为什么不能直接说？通用语承载不了神秘学知识，口述秘法无法起效。古罗德兰语是上古城邦语言，能承载神秘。喝了这瓶生命序列9的药水就能学会。魔药的关键不是掌握，是消化，不是挖掘，是扮演。序列魔药的名称是核心象征与具体意象，扮演魔药对应的角色，
才能消化力量，控制污染。我是随军牧师，就要在战争中治愈战友，才能消化魔药。原来如此，我之前粗暴用魔药才会失控，只要扮演守墓人、炼尸人，就能消化死亡序列的魔药，减少失控度。检测到新神秘学知识，设定摘出扮演法。扮演法设定扮演魔药象征的角色，理解并成为的是超凡者必行之路。加载后可通过扮演减少超凡失控度。知识也能摘出设定，魔药时代的收获比想象中多。伊德利拉小姐，晚忠诚有目的招守墓人或炼尸人吗？您是死亡序列，所有普通墓地都归迷途教会管，死亡序列是他们的专属，除非您加入他们。还有这限制，那战争序列的扮演难度如何？绝不能跨序列喝魔药，轻则疯癫，重则变怪物。战争序列要靠功勋晋升，得投身战争。10年前菲尔德战役，有人靠运气掀翻敌指挥官，直接从序列9升序列3万军领封。一枪掀翻指挥官就升序列3，背后肯定有秘密。战争太危险，战争序列 pass。战争序列看似好升，实则要经历生死，你不愿去很正常。那位大人的启示说，进学会有升序列7的机会，我该去哪找更高序列的魔药配方？明天晚上有1月1次的学术沙龙，名义上是学者交流，实则是超凡者集会。晚忠诚的超凡者会来交易隐秘知识、超凡物品，甚至魔药。迷途教会的人会来吗？迷途教会和学会关系不错，说不定有急需钱。信仰不坚定的守墓人愿意交易死亡序列的魔药配方。伊德利拉小姐参与学术沙龙需要遵守学会的哪些规矩？毕竟是超凡者集会，我可不想不小心触犯禁忌。法兰帝国的保密法禁止超凡者隐秘集会，但门内不受约束。学会沙龙明面上是学术研讨，实际交易要用学术积分，这样能把隐秘交易伪装成学术交流，交易后积分可兑换金棒。果然是学会抽水的手段。除了货币，交易后的安全有保障吗？比如有人交易后袭击对方。学会只能禁止在内部动手，离开后管不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解决苏尔的问题前，你可以住在学会，这里是安全屋，没人敢在学会里对你下手。住学会还能白嫖安全屋，正好。而且伊德利拉和学会关系近，米诺陶诺斯的心脏在他这能卖最高溢价。难道是那位隐秘存在召见罗恩先生？怎么没有异象？难道卷者无需繁琐流程？这是米诺陶诺斯的心脏。没错。战争序列7的魔药主材，这是那位大人赐予我的奖励，让我独自支配。你刚巧是战争序列8，对吧？这果然是超凡材料，那位大人竟然也关注我。我能通过试炼，你的帮助功不可没。那位大人想必也看在眼里，才赐下这份材料，还告知我战争序列7的魔药配方。他的荣光我不会独享。这怎么行？是您救了我，我没做什么。伊德利拉小姐，你是想拒绝那位大人吗？要我回复他，你不需要他的赐福。不行，拒绝隐秘存在会遭诅咒。我不是拒绝，只是惶恐。我会收下这份赐福，我不能白要。明天集会，我会想办法帮您买到死亡序列7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，做当事，回报那位大人的恩赐。这就不必多言了，是那位大人的意志让我们共享荣光。我现在教你战争序列7督战官的魔药配方，你记好配方，别浪费了这份材料。谢谢您，罗恩先生。如果我能晋升序列7，面对苏尔时也多一分把握。时候不早了，埃尔维斯老会长应该回来了。我带您去安排房间，等着明天的沙龙。看来老会长还没回来，只能先等明天了。我先带你去空房间暂住。也好，正好趁今晚准备一下明天的事情。沙龙开始，各位遵守规则，匿名交易，禁止内斗。他们会怎么进行交易？交易是匿名的，把售卖或求购的东西写在纸上，密点会记录分类，用灵性触碰就能查看。一节冤死者的指骨100积分，夜萤草25克70积分，生命序列9药师魔药配方300积分。没有死亡序列7的配方，看来高级货不会明码标价。求取死亡序列7的魔药配方或魔药本身，价格不限。伊德利拉，序列7配方不是谁都愿卖的，得有够格的身份才行。我是焦土圣所修女，学会名誉会员，在晚忠城有点名气，迷途教会那些缺钱的家伙估计很快会找上来。你们想要死亡序列7的魔药配方，我可以给你们，但你们要帮我办件事，一件迷途教会的调查委托。他身上的寒气，典型的死亡序列超凡者，污染比我当初还重，至少是序列7。您是哈维神父？哈维神父，伊德利拉认识。看来这的确是迷途教会的人。是我确实有死亡序列7的配方，交易信誉有保障。现在跟我走，去迷途教会细说委托。可您还没说委托内容。是关于魔法墓穴的调查。我的守墓人报告，墓园出现会爬尸壳的坑洞，被死亡魔力浸染。我需要你这位随军牧师做后勤援助，弥补死亡序列缺乏恢复手段的短板。序列7的哈维需要我这个序列8做后勤，肯定有隐情。委托我们接了，
但需要几天准备时间，不会耽误你是吧？我会待在书店，你们准备好就来找我。你和他有仇，我能感觉到他对你有敌意，只针对你。没有啊，我被困高塔很久，之前只和他见过一面，也许他有不能明说的麻烦，比如和学会有关。不管原因，敌意是真的，但死亡序列期的配方不能放，就算他反悔，杀了他取超凡特性也能做魔药。未雨绸缪，得知道他的底细，他有特殊能力或收容物吗？晚忠城只有苏尔有那副序列4收容物，哈维没有破格的，但迷途教会肯定给了他普通收容物，足以让他强过一般序列7。我们2个序列8，硬拼赢不了。谁跟你说我们都是序列8？你在随军牧师序列8待了10年，魔药早该消化完了吧？刚刚我看到密典里有督战官的材料，趁这次沙龙凑齐材料晋升序列7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有足够学术积分，还有米诺陶诺斯的心脏做主材，百战英灵的残破军旗，黑巨齿草，还好这些不稀有。没找到生命序列9药师的主材，只能先买下配方备用。我们先回房间，你制备魔药，晋升督战官才好应对哈维。督战官的魔药需要1整天才能榨干心脏里的力量，这是我10年等来的晋升机会，绝不能出岔子。等他晋升序列7，再加上我临时 LV.3 的能力，就算哈维有收容物，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终于结束了。夜影草15克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就是现在。这是督战官的魔药试炼，必须扛过去。看来是成功了。不好，是之前的那种灰雾。设定：幻想消解遭到极端过量神秘学影响消磨，特性受损度 75%。碗中圣女因为对于力量的欲念，用不正当的手段晋升序列7，但却因为污染而失，污染消散了。她成功晋升了序列7，成为了一名督战官。该死！这是之前控制我的那种超凡能力。您动用了那位大人的赐福，是他的祝福，不被他人迷乱，不受魔力侵蚀。这已经是第2次用在你身上了。这种灰雾为什么像复古之躯缠着你？苏尔到底拿着什么收容物？是那副诡计序列4半神的面具吗？不是那副面具，我亲眼见过主教大人使用它。那位半神的超凡特性很特殊，只能让持有者突破肉体极限，没有控心能力。这应该是苏尔新得到的收容物，说不定这就是他性情大变，要在烛火疑点上献祭我们的原因。烛火疑点，我一直没问，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是模仿古文明烛火之旅的祈神习俗。在古罗德兰语还是通用语的时候，这片大地只有散碎的城邦，传说那时有原初之火，是照亮世界的光辉。后来有逆王篡夺了神火，把火焰分食，天地就陷入了昏暗。烛火的英雄们弑杀逆王，夺回火种，重新传承原初之火。据说那些英雄最后都成了新的神明，但这都是大灾变前上一纪元的传说了，没人真的靠仪式获得过赐福。烛火疑点渐渐成了教会的例行仪式，比如焦土圣所。焦土圣所每年都办，每年年末，以前只献祭罪无可恕的死刑犯，有时候没死刑犯就用牛羊，全城人都会来唱战争的赞歌，感恩神明的庇佑，但也只是这样而已。苏尔应该是太久没攒够晋升功勋，疯了，他想靠疑点献祭你们独占战争的赐福，借此晋升更高序列。我第一次在圣所高塔见到你时，你在念诵战争的祷词，那不是真的祈祷，是苏尔让你提前练习的，为了疑点上的献祭。我竟然还对他有过期待。别想这些了，苏尔选择远程动手，说明他不敢冒犯真理学会，也不敢动迷途教会。他现在只能用这些小手段威胁不到我们。而且你现在是序列7的督战官了，和苏尔同级，排除收容物的影响，你没什么好怕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已经是督战官了，我能保护自己，也能帮你拿到死亡序列7的魔药。哦，督战官苏尔，我可不记得你有什么改头换面的能力。塞尔维斯书店不欢迎藏头藏尾的客人，在你放我们的荣誉会员自由之前，别出现在真理学会。同为序列7，他的魔力强度竟然这么高，不愧是真理学会的会长。不，埃尔维斯老会长，是我晋升序列7了。哦，没想到真的是小伊利，看来科特已经把信安全送到你手上了。原来科特是那位信使，不，信不是他送的。我之所以能逃出焦土圣所，都是靠着罗恩先生。哦，竟然是这位先生帮了你。那科特现在他怎么样了？恐怕他现在还陷在焦土圣所的支骸囚狱里，暂时没能逃出来。如果科特在支骸囚狱，孩子们，我们不能再在这儿闲聊了。我现在就去把他带回来。科特只是学会的普通会员，没有任何理由被苏尔羁押。老会长，您先别急，
苏尔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手里有特殊的力量，贸然前去恐怕会有危险。你们有话要跟我说，那跟我来地下大厅的办公室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如果苏尔真的持有半神收容物，这件事绝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我之前只发现他污蔑、收押无辜超凡者，控制小伊利1个多月没来学会，虽猜到他和烛火一点有关，却没想到他手里有这么大的底牌。不过说苏尔想靠烛火一点祈求战争赐福，还有待商榷。根据典籍记载，战争的赐福从不会轻易降下，最直接的方式是参与战争，立下军功，靠献祭获取赐福，从未有过先例。只靠猜测没用，我会立刻向雾都的学会总部上报，同时给焦土圣所的审判所送信。这件事已经超出我们晚中城分会的处理能力了。至于哈维的委托，我得提醒你，我是学会会长，在哈维没有明确表现出敌对态度前，我不能对他出手，但我会在背后保护你们，避免你们遭遇危机。而且罗恩先生，哈维虽然看起来冷漠，不好接触，但他本质是个好人，你们之间或许有什么误会，不如等完成委托后再做判断。误会与否不重要，只要能拿到死亡序列期的魔药，其他都好说。有了这位会长的庇护，再加上晋升序列期的伊德利拉，拿到魔药的把握又大了几分。这次在魔药时代、超能时代的设定几乎磨损到极致，该回去休整了。守着伊德利拉晋升也熬了1天1夜，正好休息一下。现有的世界存档为超能时代、魔药时代，已加载。已选择世界存档超能时代，加入世界中。死亡序列期的魔药近在眼前，但伊德利拉喝魔药时被无形之刃割得满身是伤。我要是不消化好现有魔药就贸然晋升，肯定会失控变成怪物，必须靠扮演法消化，找个守墓人或炼尸人的工作正好。该死，诺亚医药竟然垄断了理想城所有相关岗位，这怎么搞？早上好啊，罗恩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？案子处理的差不多了。昨晚陪着法医科鉴定完尸体，在太平间待了1晚上，又赶了案件报告，现在暂时没别的事了。你说法医科、太平间，夏至姐，咱们巡查局缺不缺一个守墓人，或者类似的需要跟尸体、停放尸体的地方打交道的岗位？守墓人，巡查局哪有这种岗位？不过法医科那边好像确实缺个临时助手，主要负责整理尸体档案，偶尔帮忙看守太平间，防止尸体出现意外情况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你想做这个？想，太想了。夏至姐，这个临时助手的岗位还能申请吗？我现在就想入职，不用等正式入职巡查局，先去法医科帮忙也行。看守太平间，正是消化死亡序列魔药的绝佳机会。你这反应也太夸张了。行吧，我跟法医科那边说一声，你收拾一下，我现在过去接你，咱们直接去巡查局法医科。好，我马上收拾，我直接过去，就不麻烦夏至姐来接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夏至姐，炼尸工作那事儿有戏吗？你就这么想和尸体打交道？这些活儿不是没门槛的，你连证都没考，法医科能同意吗？兼职也行，我不要工资，就想跟着学一学，帮帮忙。别问我了，等会儿带你去见法医科的林医生，你自己跟他聊。现在先去见局长办入职手续，你得先加入C112小队，才能谈兼职的事。进，本届高考状元夏至，你竟然有这种人脉？不是状元，我还不舍得用最后一次队长权限呢。局长，这人加入咱们巡查局，够格吧？何止够格，但天庭传媒会同意吗？他们在罗恩身上投资了不少吧？我的合同没有人身自由限制，天听传媒不介意我参与任何工作，包括巡查局的岗位。那太好了，欢迎加入地区总巡查局。阿尔忒弥斯录入新干员信息，将罗恩分配至 C112小队。之前给你发好市民奖章时，就觉得你是天才，没想到现在成了高考状元，真是一遇风云变化龙。运气好而已，您这么年轻就当局长，才是人中龙凤。出任务时记得带在胸前。你现在在地区拥有执法权限了，夏至，等会儿带他去领装备，介绍一下工作内容。放心吧，这面料又光滑又坚韧，还有防护功效，比民用衣服高级多了，果然是军用科技。本来该带你见 C112小队的其他成员，但他们昨天忙了一整晚，全请假回家睡觉了，就剩我还醒着。这2天小队放假，任务的事之后再说，先带你去见林医生，
麻烦夏至姐了。林医生，这位是卢恩，刚入职咱们巡查局。林医生您好，我想申请在法医科兼职，哪怕是炼尸助理也行。不行，炼尸工作需要职业证明，你一个没学过的高中生，我不可能让你进解剖间，更不可能让你上手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是想当守墓人，倒还有个机会。地下停尸房的门卫老大爷今天突然辞职了，我本来该顶班，但上头给我放了2天假。你愿意替我守着停尸房吗？我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停尸房在地下1层，所有案子相关的尸体都存放在那里，你只要看好门，别让无关人员进去就行。包在我身上。这门卫老大爷走的也太急了，都没收拾。设定扮演法正在消解职业守墓人中存在的魔力污染。设定超凡失控正因此减少失控度，失控度减 0.01%。真的有用，但10分钟才减 0.01%，这也太慢了。难道是我的扮演不够到位？算了，先睡一会儿，说不定醒了就知道该怎么正确扮演了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地下停尸房？巡查局的人应该都下班了，难道是？老大，这可是巡查局的地下停尸房，来这儿偷尸体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要是被巡查干员抓住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怕什么？上头都安排好了，这附近的巡逻干员全被调去处理别的事儿了。这儿没人，没危险，你不敢干就滚，别耽误事儿。这单成了，分到的钱够你逍遥大半年。偷尸体分钱，这不是盗墓贼吗？扮演法的核心就是贴近并成为魔药象征的概念，守墓人的职责就是守护尸体，驱赶盗墓者。如果我拦住他们，不就是在践行守墓人的职责？这样一定能加快魔药消化，提升扮演效果。老大，这地下停尸房怎么这么冷？从进电梯我就觉得怪，电梯明明只到地下1层，却往下走了3层的距离，广告还卡顿失真。慌什么？超能力者还怕鬼？就算真有鬼，也得被咱们的个人现实碾碎。等搬完尸体，找头换晋升实验，升到 LV.3，咱们就和3大学府的毕业生一样高贵了。老大，我看到了，阴影里有双眼睛，像有银河在里面，闪一下就没了。放屁，你就是没见过世面。我现在是超能力者，开门搬尸体换晋升实验。这里是 C112 小队，风纪巡查 C08，我都拦住盗墓贼了，践行守墓人职责，怎么没触发扮演法？难道还有什么没做到？算了，先把这俩盗墓贼抓了。胖头仔，上，弄死他！这事儿不能暴露。就一个巡查干员，还想逮我们？弄死你！没办法，没参加入职培训，分不清法律条款，只能用同等暴力回应。停止违法行为，放弃抵抗，双手背在身后蹲下。说说你那绿火是什么能力？他在干什么？跳大神，想靠这个吓我？这是让尸体复活。LV.1超能力者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？刚刚那呢喃和动作是构建能力公式的仪式。LV.1竟然能使用 LV.3才有的公式，这就是他们口中那什么头儿给他们安排的秘法。他们的头儿是什么人？理想城中央智脑吗？原来如此，他们的头儿给了能构建公式的秘法，这可是意外收获，说不定能让我跳过普罗米修斯权限，自己构建公式。快跑！只要冲进电梯就能甩开他。电梯要3-4分钟才到地方，到时候我开浮空车跑，他绝对追不上。回帮派扎了能力针，我就安全了。这里已经满员了，暴力袭警、行凶杀人，比起偷尸体，你刚刚犯的罪严重多了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宁愿杀了自己兄弟也要逃出去？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我有权保持沉默。我现在自首，在我的律师来之前，我不会再说任何话。你逮捕我吧，理想城的法律会保护我的人权。执法记录仪已经被毁了，现在没人知道这地下停尸房里发生了什么。在你说出让我满意的答案前，我不会走正常执法流程。虽然我不至于让你和他一样，但该受的罪你少不了。是老实交代，还是继续装死？我说是方舟让我们来的。他们说只要把停尸房里的尸体带回去，帮他们回收实验材料，就给我们一次能力提升实验的机会。方舟地区最大的地下帮派，他们背后果然有问题。回收实验材料，难道这些尸体和空洞怪物有关？方舟为什么要回收这些尸体？你的能力是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收，我的能力是参加方舟的能力提升计划来的。他们说花5000信用点就能参加能力激发实验，100%觉醒超能力。我当时抱着试试的心态，没想到真成了。100%觉醒？不可能，觉醒能力哪有这么容易？方舟背后肯定有巨企支持，说不定就是诺亚医药。你之前用的秘法能让尸体复活的那个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是方舟老大教我的，他说只要念一段词，做几个动作就能临时提升能力。我练了好几天才学会，谁知道这次会把胖头仔弄死。方舟老大能教公式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公式是 LV.3才能构建的，除非他们有特殊方法，或者有外部力量帮助。你还在撒谎。如果只是偷尸体和能力实验，你没必要拼死逃跑。
你到底还藏了什么？说，你这么着急逃出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怕来不及扎能力针。警官，求求你让我回去一趟，就一趟，已经要来不及了。这是空洞怪物，它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难道方舟的能力实验和空洞怪物的异变有关？诺亚医药到底在背后做了什么？是能力针，它变成空洞怪物，是因为没来得及注射能力针。方舟的能力激发实验根本就是把人变成怪物的陷阱，他们知道自己不注射能力针会变成怪物，但方舟和诺亚医药还在推广能力提升计划，把这些人当成实验材料，连死后都要偷尸体回收。他们到底把人命当成什么了？巡查局里有蛀虫，诺亚医药又是巨企，靠巡查局根本无法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必须自己动手捣毁这个实验，至少让这些死者死后能得安宁。做得好。这是那位存在的声音，他在认可我的行为。设定扮演法正在大幅度消解职业守墓人中存在的魔力污染。设定超凡失控正因此减少失控度，失控度 35%。原来如此，扮演不是浮于表面，而是体悟魔药的核心概念。守墓人是守护死者的宁静，所以他才会认可我，魔药才会大幅度消化。罗恩，这是你今天第2次来电。关于丧葬行业合作，我再次说明，天听传媒无此业务，董事会也不批准相关投资。但你若想提早开启下周1的能力提升实验，我可帮你协调实验室。你的成长对公司很重要。不，伊琳娜女士，我其实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我发现诺亚医药最近在地区似乎在做一些并不合法的实验。天听传媒和诺亚医药的敌对关系是我最大的筹码。比起巡查局里可能存在的蛀虫，天听传媒绝对不会放过给诺亚医药添堵的机会。诺亚医药，他们什么时候研发出的这种技术，能让无能力者100%觉醒，却又会变成怪物？这未免太诡异了。这件事情有些不对劲，难道和之前他们尝试完成赫拉的新一次求知实验有关？赫拉不是早就有 LV.5 主管了吗？怎么还会有新的求知实验？难道中央智脑会为每个善区持续发布实验任务？罗恩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，3大巨企早年就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，尤其是涉及中央智脑善区相关的事务，更是敏感。所以，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武力上的帮助，这是董事会的底线。没关系，武力支持本来就是奢望，只要能得到其他帮助，就已经超出预期了。但既然我们知道了，绝不能让诺亚医药轻松完成这场不道德大型实验。我会向董事会申请，用天听传媒情报系统支持你。方舟据点、诺亚医药地区人员调动、实验基地可能位置等信息都会同步给你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会上报申请，让公司里比较悠闲的高管们最近多和诺亚医药的老朋友们聊聊天，安排几场友好的商业访问。所谓的商业访问，不过是用高管缠住诺亚医药的核心人员，让他们无暇顾及地区的实验。你放心，所有能拿到赫拉、阿弗洛狄忒与德莫忒尔分管权限的高管们，在近半个月内大概会忙得不可开交，绝对没时间去地区一趟。近半个月内，地区不会有诺亚医药的 LV.4 以上超能力者，这意味着我的行动安全了很多。太谢谢您了，伊琳娜女士，有情报支持和这个安排已经足够了。你不用谢我，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。诺亚医药的实验如果成功，对我们可不是好事。不过你自己要小心，诺亚医药为了保住实验，肯定会动用狠手段，别暴露身份，更别让自己陷入危险。我明白，伊琳娜女士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该回去魔药时代会一会那位哈维神父了。只要拿到死亡序列期的魔药晋升 LV.3， 我就能彻底阻止诺亚医药的实验。巡查局的制式装备说不定能在魔药时代派上大用场，得想个办法把该领的装备都拿到手。夏芝姐，抱歉打扰你休息，我在停尸房值班，睡醒不小心撞墙上，把合金墙面撞出坑，执法记录仪也摔碎了。看个大门怎么搞这么大动静？你力气也太大了。我能力还得靠能力限制器控制，偶尔没注意力道，所以想现在去后勤部领新记录仪和没领完的制式装备，省得再跑一趟。行吧，本来想之后带你去，现在去也可以，我给你申请权限。但记住，制式装备里有闪光震撼弹、高压电击枪这些危险物品，千万别乱用，出问题我帮不了你。放心，我就领回来备用，谢谢夏芝姐。已选择世界存档魔药时代，加入世界中。